徐凯反派也太带感了。警察老爸查到自己儿子是凶手，放狠话却像撒娇，怎么办？哎呀，说起《方圆800米》这部剧，我最近刷完前几集后，心里那股劲儿到现在还没完全消下去。徐凯演反派真的太带感了，那种从偶像剧里走出来，突然黑化成一个在矿区小镇里挣扎的年轻人，简直让人眼前一亮。剧名叫《方圆800米》，讲的是1997年左右丰阳矿区那个小地方，一具烧焦的无名女尸在煤干石山被发现，老警察陈红兵、丁勇带士在灰烬里翻找线索，结果摸到一枚建党70周年纪念币，手一下子就僵住了。因为那枚币，他儿子陈辉、徐凯世也有一枚，一模一样。开播前谁都没想到，4月17日傍晚，这部剧直接就把灯下黑这张底牌甩出来，前2集就把核心真相摆在观众面前，儿子陈辉竟然就是警方要找的那个人。可奇怪的是，大家明明知道答案了，却反而更紧张起来。你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剧情走，心里一直悬着，父亲什么时候会发现？父子之间那根本来就绷得紧紧的弦，又会在哪一刻彻底断掉？那种知情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，真的让人上头。我记得看第1集的时候，矿区小镇的氛围一下子就把我拉进去了。灰蒙蒙的天，煤尘飞扬的街道，远处那些黑乎乎的煤干石山，像一座座沉默的怪物。陈红兵这个老警察，平时看着挺稳重的，可当他捡起那枚纪念币，眼神里闪过的那一丝迟疑，我当时就觉得这事儿不简单。后面剧情慢慢展开，你会发现这个小镇虽小，却藏着太多秘密。所有人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表面上过着平淡日子，底下却暗流涌动。陈辉表面上是个在旱冰场混日子的年轻人，踩着轮滑鞋，穿着棕色皮衣，看起来有点玩世不恭，可谁知道他心里藏着多少事。这部剧跟之前 X 剧场的漫长的季节有点像，都特别擅长那种知情焦虑。制片方自己也说过，这算是他的特别之处。结果呢，开播前预约量直接冲到 79.2 万，创了新高，开播才3个小时，站内热度就破了2万多，一下子登顶飙升榜。数据挺漂亮的，但真正让我看完4集后坐下来想好好聊聊的，不是这些数字，而是徐凯这次的转型尝试。他真的豁出去了，那种感觉像是在跟自己较劲，也在跟观众证明些什么。先说说番位的事吧。开播前网上传出消息，徐凯从1番男主降成了2番男配，原因据说是剧里陈辉是反派角色，按照广电的一些规定，反派不能排在第1顺位，所以老戏骨丁勇带就顶上去了。表面看，徐凯好像吃亏了，有些粉丝心疼的不行，觉得自家偶像怎么就倒霉了。可我倒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在一部悬疑犯罪剧里，核心冲突就是警察父亲追查反派儿子，丁勇带的番位往前移，反而让这条父子对立的线更突出、更沉重了。对整部剧的观感来说，说不定还是件好事。更何况，徐凯之前也卷进过一些舆论风波，前绯闻女友许丽莎曾经爆料过一些事，虽然后来他自己又反口说是在整他，但那段时间他的形象确实受了影响。急需一部能让人眼前一亮的翻身作品。这个节骨眼上，他选择演反派，主动降番位，把偶像包袱彻底扔掉。坦白说，这需要不小的勇气。因为反派演好了，大家会说哇，他转型成功了。可要是演砸了，后果可能比1部偶像剧翻车还要惨烈。他这次是真敢赌。我点开这部剧之前，对徐凯的期待其实不算高。毕竟大家最熟悉的他，还是《延禧攻略》里那个温润如玉的傅恒，后来千古绝尘乐游原也基本没跳出古装美男的圈子，帅是帅，但总觉得少了点新意。可陈辉这个角色，他是真的拼了。涂黑肤色，剪成乱糟糟的短发，暴瘦到脸都脱相了。第一眼出场踩着轮滑鞋，穿件棕色皮衣，我愣是没认出来是他。导演裘仲维在看片会上也提到，徐凯为了贴近那个时代的氛围，主动去查了好多资料，看 BP 机、
大哥大的老照片，还跟涂松妍演掐脖子那场戏时，自己要求来真的，想演出那种在生死边缘反复挣扎的感觉。以前徐凯的哭戏给人的感觉是淡淡的，带着点克制。这次导演用声嘶力竭、歇斯底里来形容他的突破。预告里那个手抖着抽烟的细节，我看得挺有感触，手指微微发颤，眼神空洞地盯着某个地方，那种内心已经快崩了，却还要强装镇定的样子，比他以前的表演细腻多了。尤其是矿洞对峙那些场面，你能感觉到他在用力去抓住角色的那种隐忍和崩溃边缘的张力。不过，看完4集，有个问题绕不过去，就是台词。不是说他背得不熟，或者发音不对，而是他的音色和语气，跟陈辉这个角色的气质有时候对不上。徐凯的声音本身偏柔和，带着点少年感，平时说些日常对话还挺自然，可一到需要放狠话，展现压迫感的时刻，就明显有点撑不住。有网友说的挺直白，丁永岱一个眼神，徐凯3句台词全崩。这话虽然有点夸张，但确实点出了部分观众的感受。我查了下，他以前作品的原声台词率其实不高，大概只有 14% 左右，很多时候都是后期配音。这次他主动要求用原声出演，这个态度真的值得肯定，至少说明他想实打实地去挑战自己。可现实是，对于这种需要大量台词张力的现实主义题材，他的声线和台词功底还有提升空间。不过也得说句公道话，陈辉本来就是矿区小镇的普通青年，不是那种气势汹汹的黑帮老大。他的狠更多是藏在骨子里的隐忍和内敛，而不是那种爆发式的狠辣。徐凯用偏柔和的声线去演，或许也有角色塑造上的考虑在里面。后期剧情里，如果陈辉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狠，他的台词表现会不会跟着升级，还得继续看后续更新。转头说说邓恩熙吧，她演的高松阁这个角色，表面上看是个等着慎元做透析的少女，脆弱、隐忍、病弱感拉满。可从预告和已经播出的部分来看，她远没有那么单纯。她跟陈辉是共犯关系，两人像双向奔赴的深渊。邓恩熙为了这个角色特意减重，清瘦的身形配上那种充满神秘感的眼神，把病弱和危险两种气质融合得特别自然。观众夸她最频繁的词就是破碎感，这个词用在很多年轻女演员身上，有时候听起来像通稿，但放在她身上一点都不夸张。她的哭戏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放声大哭，而是眼眶慢慢红起来，嘴唇微微发抖，让你觉得她下一秒就要碎掉了，却又强撑着没碎。那种克制反而更揪心。徐凯和邓恩熙的 CP 感也挺出乎意料的，两人差了10岁，可站在一起完全不违和。这种共犯式爱情在国产剧里不多见，没有甜甜的撒糖，也没有宠溺桥段，两个人抱在一起取暖，可那姿势本身就像在往深渊里走。网友把他们叫亡命情侣，我觉得这个形容特别贴切，因为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好结局的可能性，却偏偏让人看得又心疼又上头。当然，整部剧的定海神针还得是丁永岱。不夸张地说，他的演技把整部剧的质感直接拉高了一个档次。有网友开玩笑说，看4集方圆800米，中国犯罪片的大门被丁永岱踹烂了。虽然夸张了点，但你真看进去就会明白，他的每一场戏都经得起反复琢磨。最绝的是矿洞对峙那场，没有大喊大叫的台词，也没有激烈的肢体冲突，他就那么握着枪，手在微微发抖，眼神却直直的。那种我知道我儿子可能是凶手，但我没法开枪的内心撕扯，全靠一个眼神就传达出来了。还有他吃饭时走神，看儿子时带着试探的眼神，一个人独处时默默抽烟的背影，这些细节根本不像在演，更像是他本人就活成了陈鸿兵这个角色。有人说丁永岱一个眼神，徐凯3句台词全崩，但我倒觉得这不完全是徐凯的问题，而是丁永岱的对手戏门槛实在太高了。徐凯跟他同框，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人突然要去跑马拉松，不被比下去才怪。
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徐凯能接住他的戏，没有明显崩盘出戏，已经算是在及格线以上了。毕竟丁永岱在《琅琊榜》人世间里的水准，放在整个华语影视圈都是顶级的。除了父子线，涂松岩饰演的霍开明也很值得留意。这个角色跟陈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预告里那个阴鸷的眼神，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。胡可第3次和丁永岱搭档演夫妻，这次演的是夹在丈夫和儿子之间的母亲丁月，那种左右为难的隐忍感也被她拿捏得挺到位。还有其他配角都让这个小镇显得更立体、更真实。这部剧最上头的点在于它的灯下黑窒息感。很多悬疑剧靠的是让观众猜凶手，可方圆800米不一样，他前2集就把凶手是儿子这件事亮明了。那悬疑从哪里来？从父亲什么时候会发现儿子还能藏多久这2个问题里来。就像你盯着一个玻璃瓶里的虫子，明知道它早晚会被发现，却忍不住一直看它还能躲多久。每顿饭，每一句看似随意的对话，每一个眼神的交汇，都可能成为压垮一切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比如父子俩一起吃饭，陈鸿斌看似不经意地问一句最近旱冰场生意怎么样，陈辉的筷子微微一顿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回还行。那种暗流涌动的心理战，比什么枪战追车都要刺激。这个方圆800米的小镇设定也太聪明了，所有人挤在这么小一块地方，没有真正的陌生人，只有还没被彻底揭开的复杂关系网。一旦有人出事，就像往水里扔了颗石头，涟漪会撞到每个人身上，谁都逃不掉。那种楚门式的压迫感，真的让人喘不过气。你知道真相就在眼前，却出不去，也不敢出去。剧情本身也不含糊，除了焚尸案这条主线，还扯出了违禁止壳路的案子，25年前的老案，甚至还有专门坑矿工钱的诈死骗赔。死者于素素就是干这个的，嫁给单身黑窑矿工，想办法让矿工出事，再通过告状赚钱。这些支线看起来杂乱，却每一环都跟陈辉的选择紧紧相扣，越往后越让人头皮发麻。一部剧好不好看，其实挺简单的，就看你能不能一口气追下去。方圆800米前4集看下来，节奏紧凑的几乎没有废戏，每一集都有新反转，在一个2集就亮名牌的剧里，这其实挺难得的。徐凯的反派转型有突破，也有明显的短板。邓恩熙的破碎感是真的让人心疼，丁永岱的演技则是整部剧最稳的压舱石。至于徐凯的原声台词能不能在后续剧情里慢慢逆风翻盘，只能等更新了。但至少到现在为止，这部剧值得一看，尤其是如果你喜欢漫长的季节那种短小精悍、质感在线的精品悬疑剧，这一部大概率不会让你失望。我追剧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停下来想想，这些人物到底在为什么挣扎。陈辉是为了守护生病的女友，不惜一步步踩进深渊，陈鸿斌则是被职责和亲情撕扯得快要裂开。高松阁呢，又带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小镇虽小，人性却复杂得像一张织得密密麻麻的网。每个人都在这方圆800米里寻找出路，却发现出路往往就是另一条死胡同。看完之后，我心里有点说不出的滋味，不是单纯的刺激，而是那种对人性的轻微感慨。在极端的环境下，善恶的界限有时候真的模糊的可怕。徐凯这次的尝试，不管最后结果如何，至少他敢迈出那一步，去挑战一个和自己过去形象完全不同的角色，这本身就挺让人欣赏的。邓恩熙的表演也让我对这个年轻演员多了几分期待。他把那种脆弱又危险的感觉演得那么自然，像一朵在悬崖边悄然开放的花。当然，剧才刚播没多久，后续还有很多集。希望后面的剧情能继续保持这种张力，别让前面的高开变成遗憾。尤其是父子之间的那场情感拉锯战，我特别想看看他会怎么收尾。陈鸿斌最终会怎么选择？陈辉又会走到哪一步？这些问题现在想想都觉得心痒痒的。如果你还没看，真的建议快去冲一冲。别被狗血2个字吓到，它狗血的有味道，上头的有道理。
尤其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矿区生活，服化道都挺考究的，让人一下子就沉浸进去了。追剧嘛，有时候不就是图个这种又紧张又回味的感觉吗？